2018年3月15日下午，美国迈阿密一座在建的人行天桥突然发生倒塌，事故共导致了6人丧生，10人受伤。而这座天桥5天前才刚刚被成功整体架立上桥墩。一座全新的桥梁，为什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整体塌下？这座桥梁被设计为一个连续的单横架混凝土桥，桥面宽 9.65 米，顶棚宽 4.9 米，桥板和顶棚之间的高度大约是 4.5 米。桥梁分为主跨和后跨，主跨和后跨中间相连部分是33米高的桥塔，主跨长度为53米，从南往北分别由12根设置在中部的横架连接桥板和顶棚，部分横架杆设置有预应力钢筋，桥板也设置了12股预应力钢绞线，在南端1号杆件和北端12号横架杆件的下部分别设置有端横梁，桥板通过端横梁坐落在两边的桥墩之上。桥梁主跨采用了加速桥梁施工工法，即在预制厂进行主跨的浇筑，完成后再运输到现场进行安装。2018年3月10日，主跨被成功安装到桥墩上，而在2018年3月15日，工人正在主跨的顶棚上对11号横架的上下2根预应力筋进行张拉固定。不久后，倒塌发生了。倒塌现场的一些发现似乎暗示着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工程事故。11号横架与10号横架在顶棚处的交点发生了断裂，由12号横架、11号横架及顶棚组成的三角形体系以北桥墩作为支点转动了80度跌下。据此，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桥梁最先在11号横架与10号横架之间的桥板发生了断裂。当图示区域桥板出现破坏后，桥梁将会出现3个结构的转动点，其中一个转动点正是10号与11号横架的交点，这才导致了该点因过度转动而断裂。由于桥梁独特的单横架几何特征，几乎每个特定区域的破坏都会有其对应的破坏形态。在10至11横架区域顶棚的锚固点，发现预应力钢筋正与加压装置相连，可以推断出倒塌时正在进行预应力张拉。在11号与12号横架相连的北端点区域，横架直接从桥板连根拔起，桥板则发生严重的混凝土爆裂，撕裂痕迹大概以45度向下扩散。很明显，这些痕迹需要巨大的冲击力才能形成。那么，钢筋的预张拉与桥梁倒塌是否有关？桥梁节点处为什么会产生异常的45度撕裂？带着这些疑问，下一期我们一起进入一个更深入的调查阶段。